大家好，我是 Sha， 今天想带大家去的地方叫做台北岛，它就在中心桥的旁边，是夹在台北与三重之间的沙洲。要来到这边，要先走到中心桥旁边的行人与自行车引道，顺着引道往桥中间走，就会发现中间有一段楼梯。那这个楼梯啊，就是通往这座神秘小岛的唯一入口哦。刚下完雨，其实地上全是泥巴跟积水，不过这个天气也没有问题，因为我手上这台专拍黑白照片的相机 GR4 Monochrome， 它很擅长处理的就是这种带有湿气，然后光影有点压抑的极端氛围。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在台北秘境散散步，看看我用这台非常有个性的黑白机能捕捉到什么样的画面吧。好，看旁边好。这有个对称哎，这是他们开岛民大会的地方吧？这边是里民活动中心。好，看我。应该只有这台相机才可以探险，还可以带它拍。这辈子没有走到这种地方过。我们如果站在树枝中间的感觉，我觉得是因为是黑白的关系。你看，其实后面这么乱，但是其实画面看起来不会觉得特别杂乱。自动车管你就直接开 P 模式，还有 TTL， 所以就是还蛮无脑使用的。然后它就可以帮你补光。然后呢，怎么样都看我这样子。对对对，转过来的时候就看我。对，帅，一下。好像在驱邪哦。好久没有就是纯拍黑白了。我觉得就是你不用去顾虑颜色之后，就是整个很自由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刚刚应该是我最近拍的最开心的一次。然后黑白机之后，其实有一次我就是回家路上，我顺便拍一拍，然后那天也是阴天，对。然后但是我还想说，可以拍个光影啊什么的。现在也是交给命运了。好可爱，刚回头看蛮不错，好，很好。为什么你可以就是表情还是可以维持得这么好啊？太扯了，跑步的表情都可以，超强。很棒很棒，这很起来，很好。你好，你在他那个位置很赞。对，单拍你的手。他怎么充一下电可以拍这么多张？哦，看看。用手靠着，然后趴在这边。对，对，很好。往侧边一点点倾，对，很好。
是很好用。就是他们每次聊完天，他都会停着一下。是你拍就拍这个。我觉得一开始街拍的时候啊，那我就会需要有点热机的感觉。那热机就是我自己要先进入状态。那这种时候我就会先找一些叶子啊、小东西啊来拍一下，让自己进入那个状态，把自己的那个观察力打开，然后等一下就会比较顺利。你其实要给自己一点时间。那这个叶子的皱褶很好看，这还是专门拍黑白的相机嘛，就它这台它不需要去猜颜色的，所以它就是完全的黑白的感光元件，接调过渡会非常的自然啊。现在拍的照片就没什么特别意义，就只是纯粹的让我自己热身一下，就是多给自己一点时间。这是我最近觉得，这个超级在黑白上有种金属感。我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急的人，是真的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。一般经过的日本游客都在看到底在拍什么，他们就会觉得，哎，这是什么我没有发现的地方吗？没有，我就只是随手拍拍而已。你看这次其实上面这个花纹也蛮好看的。其实我这一台不是我们上次见面的那一台，我们上次不是拍人像吗？上次那台是测试机，这台其实是我测试机还回去之后我自己买的一台。为什么会买这台？那几天我就拍了蛮多照片，回去我就用电脑打开，然后就觉得那个灰阶的层次、画面的细节都好很多。自己又很喜欢拍黑白的照片，所以我就买了自己的黑白机。其实我一开始街拍就是喜欢拍黑白的照片的，我那时候就是把彩色的照片后置把它转成黑白。那在那种比较高 ISO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发现，其实细看它那个粒子有点糊糊的感觉。试用了这台之后，以前我觉得糊糊的地方，现在都变成很像银盐的颗粒，那个颗粒感就让我觉得哇，就是把我的拍的照片又提升了一个层次起来，就觉得说哦，那我以后如果我想要做摄影集啊，或是我想要展览，如果我拍的照片原本就是用这台 Monochrome 拍的，那我到时候把照片放大来输出，或是一出微喷的话，那个画面一定会更美。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入手这台。这个隧道蛮恐怖的，天哪！我们刚刚在那个下面那个小隧道嘛，非常非常黑。那时候 ISO 跟到25600，那我们放大来看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粒子是一粒一粒的感觉。就算粒子很强，你也不会觉得很讨厌，感觉是那种很自然产生的，不是数位模拟出来的感觉。再来就是它够轻便啊，然后又是 APS-C 相机，它的感光元件又够大。那我觉得这市面上应该是只有它了吧，就是唯一可以放到口袋的 APS-C 黑白专用机。它有点舍我其谁的感觉，不买它我到底可以买谁了？再来就是它的内件物理性的红色滤镜嘛，它是直接就是在镜头模组里面的，它就可以直接把天空的蓝色啊直接按下来。所以平常我们要进 Photoshop、要进 Lightroom、要进 Capture One， 你想要把天空的层次拉得更明显，我们要做这样子的后置处理。但现在到这台相机的话，我就只要按一个键，按一下 F1， 就把红色滤镜装上去了，马上就可以拍出那个差异感，所以就很方便。再来是它内件的滤镜。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就是它那几个滤镜调的都很像我自己平常进电脑会调成的样子。那现在我就直接套用它的，不用再做什么调整。然后甚至它其实里面也还有很多可以调的东西，比如说你的颗粒感、你的粒子的密集度，还有大跟小这些都可以调整。再来像你的滤镜很重要，所以它直接就做在这边，你就按下去就可以去切换了，你套用不同的滤镜上去。那以我自己来说，我觉得标准的话，就是你最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灰阶的层次。自己在街拍的时候，常常会用无颗粒感跟高对比度。无颗粒感的模式呢，它会锐利度比较高一点，
柔和模式呢，这个我就是常常用来拍我女儿，就是有那种回忆朦胧、对比度没有那么强的感觉，我觉得很适合用来拍一些温柔的日常。高对比度呢，我想要拍那种城市的光影，我就会用高对比度模式。颗粒感是很特别的一个模式，是很模拟那个底片银盐的感觉。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就是，你用了颗粒感模式呢，有时候不小心没有对到焦的时候，看起来都会蛮好的。这个拍起来，有人觉得说，有点像那个深山大道的感觉。我就自己会觉得说，它可以把你要拍的画面的情绪加重。你现在直出就变得很方便。它现在 GR 新的 APP GR One， 它的传输速度也超快的。我觉得这样子搭配起来很流畅的体验。这次它的整个都是做消光黑啊，然后 logo 原本是白色，它这次 logo 也就是更低调了。它这次设计就很像我们有时候买名牌，会故意买那种根本看不出来是名牌的衣服，就是看不到 logo 的那种。如果你刚开始街拍，你用这台黑白机，一方面它本身是黑白的，可以更帮助你去观察环境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它的外形呢非常的低调。你一开始觉得街拍有点可怕的时候，你看到这边存在感也非常的低，然后它整台也很小台，比起单眼相机来说，拍摄别人人家会比较觉得没有那么有距离感，他比较不会觉得有点害怕的感觉。我常常用这台是因为我想要更亲近被摄者，我们可以一边聊天一边抓拍，然后它开机速度又超级快，0.6秒一下就马上开起来拍，然后呢马上关起来，我又可以继续走路，所以我觉得用这台拍照是非常方便吧。它是在对面哦，是哦，所以等一下要过去。它要事先预约这个地方。哦，它本来都是铁道，里面都有煤渣，然后有便，然后里面很漂亮哦。真的哎，哇！走了3公里哈，这么长都没有人，那会不会有点可怕？可怕，真的可怕。谢谢大哥，那我们走过去好了。来，还有可以帮你拍个肖像吗？可以吗？3、2、1。好，那大哥帮我看这边，对不对？大哥的胡子很好看，这留很久了吧2年。以前我是公务员，我要以前没办法这样子要被要求，然后现在可以退休做自己。你这样好可爱，再帮你拍一张。好看。你也太活泼了，再一张，来3、2、1，好可爱，有，好可爱的。反射，看看我还会拍得到。大家都在午睡吗？对。大家都走旁边，然后但是倒影好看是中间，没有人走到中间。原本想要录比较文青的感觉的，结果只有狼狈的感觉。别走！你们是情侣吗？不是，不好说，好。